看到这个黑色的，他就跑。他知道是大草网，对，他知道草网哥来了。嗯，老师嘞，来，上来吧。我有好线，他们早就过来了。这条鱼可以拍张照，这条鱼可以拍张照了。这条拉到手就知道大了，比那两条大不少。溜了半天，是人溜鱼还是鱼溜人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放了。哎呦，哎，不要争了，我放你了。好了，走吧。驶出边疆，逐渐返程。3伏天里，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避暑，而是继续给自己找麻烦。毕竟这大热天儿也正是出鱼的时间。微山湖再次成为了我们的目的地。游记曾经来此并不算愉快的回忆，此次回访就是为了再度尝试可能。依旧是徒弟梅超作为向导，来到了山东地界，他就是这里的东道主。因为有梅超带路，钓点的寻觅及钓前准备都相当的高效。这些家门口的绝佳钓场，对他来说都是轻车熟路，水深水浅一眼便知。大毛充分相信梅超的判断，垂钓没用多久就即将正式展开。你把那个开口料，对，1份开口料1份水，它的水比是1比1。先发一下，它这但是里面白条太多了，可能我们要肉夹馍了。你用这个面食包的玉米。你前一个面食掉，如果面食如果太多了，我就掉那个嘛，放一半。可以。哦，一会马上你擦那个玉米啊，用小勺子往上点。你没事补点。对，没事补一点。你如果打太大不行，就是边钓边补，边钓边补。这样的话，草鱼、鲤鱼啊，这些鱼大个体鱼都能往我这里进。对。就是这些地方的条件太恶劣了，不通车。条件好，车通的地方鱼都被人钓没了。那是。可软，如果软再加那个，再加98。软了一点，再加点98，再加点98，再把它再打黏一点。现在已经粘度来了。粘度来，你还得干了一点嘛。那。它要能到底了，就好办了。哇，好的很。啊，可以了。好了。此处并不是天然湖泊，而是由于地质开采塌陷形成的类人工湖。阴差阳错，现在竟也成为了辅助航道，不少的渔船、货船通行，让两岸好不热闹。但这也是垂钓面临的巨大挑战，只求来往的船只尽量和我们的窝子能保持一定距离，要不然垂钓根本无法进行。大毛老师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决定多加上一支竿，增加可能性。把它炮台给我，那是下一支杆子吧？一支杆子太渺茫了。这个就夹那点。啊？夹到台上，这个得劲儿。这个夹不好夹。不好夹，我上2个吧，不好夹。不好夹，它是就搞2个算了。快10米的杆子，哦呦，晒那么烫，现在。热呀。现在摸这些。现在你听我讲，我放2个钳，这漂没那么动，你看到了，还算可以。对。你看到了是吧？是。我在想，我把这个
我这个不掉双钱，这个掉双钱。一个掉旋坠，一个双钱。对，可以啊。你看到这小鱼倒多呢，这是白条的，我刚搞点饵料都过来了。我先把这个先下去再讲，我先把这个调好，调好，诶，好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你看你听到声音吧？那杆子给小白条倒的，当当的。啊、因为它刀前面红缨，那个对呀、他以为是刺的。这样下2只杆子吧，一只下到前面就算了，一只下到前面，一只我马上把它掉弦坠，我不掉双枪，我把结那个去掉。窝子坐下的时间并不久，又是在有一定水流的通行航道当中，情况看起来并不如梅超介绍的那般乐观。上一次的行程未能尽兴，也是受到了类似的影响。双杆倒是提高了效率，但窝子里如果没鱼，那也于事无补。可事实却是如我们所料，一整天就看见了一口，都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真正的咬口。接下来大毛老师该如何应对？是走还是留？实在难以抉择。真的是太热了。这边我们昨天打的窝子，但昨天晚上下的一夜的雨，没想到今天一出太阳，这温度啊更上了。我总感觉到鱼啊不在底层。进了伏天啊，每年都是一样，到了这个季节，鱼是最难钓了。正常的4米、5米深的水下都是热的。我记得应该去年也差不多这个7、8月份吧。我们在枣阳，我潜水去摸底下水都是热的。反正鱼真的是很难钓。不行，我们明天再来想想别的办法。实在不行就钓浮了。草鱼能看到，草鱼应该要钓浮，还是有办法钓它的。但我们现在车子，小超的车子还陷到里面去了。我们赶紧收了以后，把他的车子看能搞出来，不搞出来我们根本出不去。只有一条路进，出也是这条路，进也是这条路。考虑到炎热的天气，转场换地儿对于整个团队来说压力太大。我们选择继续坚守，毕竟一天的等候说明不了问题，哪怕希望看起来真的很渺茫。翌日清晨赶早，5点左右，就让我们遇见了新的麻烦。1车宽的小径围堵了10数辆农用车，通行前往钓点基本不可能了。等到顺利通过现场，也恰好完美错过了很可能出鱼的早高峰。心态的变化目前远超过现实的挑战。今天的做钓究竟该何去何从？我前面啊看到有草鱼翻了，因为这个季节钓鱼啊，还是这个水底啊，水上面水底都热，感觉到这个鱼啊不肯下。我现在来试试看吧，拿点那个玉米啊打一打。我来看一看浮有没有。我总感觉到这个鱼在上面。哎，真有动作啊！有吗？一口下去有的是白条吗？肯定是白条，不管是白条也好。看到别的话，上下再顶吧。那应该是白条，小白条，小白条。你什么时候看到小白条跳，证明大鱼进窝了。哎呀，上面全是白条了。嫩玉米补窝，先从浮水抽起。大毛应对诸多挑战，依旧稳健地做出了调整。
除了他和梅超以外，现场的所有人其实都已不抱希望。可是浮漂突来的下顿，一下子抓住了现场所有人的注意力。把这拉走。这杆子钓出来就太轻松了，一顶就起来了。你看双线打的还是稳的，要不然那小白条太多了。我不是看到那条大的，刚才看到条比这大不少嘞。哎呀，皮毛漂亮。嗯，皮毛漂亮。那肯定漂亮啊。从这边慢一点，不要放到地上，一放到地上鳞片就碰上了，拖碍头。哎呦嘿嘿嘿！哎呀，还是变化了一下，上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哎呦，走吧。哎呦，鱼还是不肯在底，把这个撑一下。哎，超，来把小伙子来把这撑一下，把我伞撑一下。该来的总算来了，这微山湖旁的塌陷湖果然有点东西。梅超也长舒一口气，他也背负着巨大的压力。好在鱼饵露面，大家长途跋涉上千公里从边疆返回的第一场鱼，总算没让我们落空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一位仅仅只是个开始。我不知道这连子不大，它的连子应该还可以。我刚刚看了连子不小，它现在鱼啊，就是不好好在底。现在有点风了，要没有风啊，根本就不下底。所以为什么想让你钓下连子呢？你要如果能钓连子的话，这个鱼应该在半水的多。这条不大，这条，也是小草鱼，不大。把那个，操，把这个收掉，按一下就行了，收掉，收掉就好。我站起来好站，要不然要溜半天，这样溜的就快了。它跟那个沙湖的不一样，沙湖那个鱼鳞片都是金色的，它那有黄沙，对吧？吃完芦苇，有黄沙的全都金色的。这差不多喽，好了。咦，嘿嘿。看到长网就拐弯了，你都是这个网，你知道吧？上线，开始滑过来了。看着漂亮吗？哟，这个嘴下面全是那个老茧。但这吃芦苇嘛，这吃芦苇吃的，它这里面不缺芦苇吃啊。哎呦，还拍照了，走了。还有，哎呀，差一点点这一个。我的天，呵，
来，把这个伞收掉，不收掉，杆子给你起来。好，收掉就行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不要，是2只杆子还整点受罪了。来，拉好了，这杆子给你，注意啊，你慢点，不要搞到这个线了。哎，得好，对，这是明显的这个降逊了，这个。还可以，它有的地方草鱼啊，它肚子大，它这草鱼肚子不大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水面小的啊，它肚子大；它水面大的，你看这一点，那边大了，整个的塌方区很大的。起水声。最爽的就是在别山湖，那个大草鱼真大，个个30-40斤。别山湖的更有劲，别山湖的那个水更深，都在8-9米深。8米的杆子差不多钓到将近8米深，用的线伸长的线。对的，赶紧嘛，一种鱼当家伙。他那个好，那个人能往后撤，啪，人跑到山上去了，他一冲的从山上往下跑。看到这个黑色的，他就跑。他知道是大抄网，他知道抄网哥来了，来，上来吧。我有好线，他们早就过来了。这条鱼可以拍张照，这条鱼可以拍张照了。这条拉到手就知道大了，比那2条大不少。溜了半天，是人溜鱼还是鱼溜人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放了。哎呦，哎，不要挣了，我放你了。好了，走吧。哎。连杆的出现提振了所有人的士气，窝子已经彻底的爆发，接连露面的无尾渔获让现场气氛来到了顶点。鱼体的大小令人满意，身形健硕优美，大毛逐渐打出了频率，也开始思考这场鱼我们究竟是如何钓明白的。哎呦，我的妈！这手上有汗，我的天，真危险！哎呦，线长了，甩大鞭吧。其实每年天热的时候啊，我们肯定都能碰到这样的鱼情。进了伏天以后啊，这个鱼啊都不好好吃，因为为什么不好好吃了？又吃了，你看下去就吃了，漂。它进了伏天以后，这个水上面太热，太阳一晒呢，它对流。对流的话，就容易造成这个鱼啊往上起。我昨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，但昨天主要是梅超的车子啊也陷住了，所以我急着去把它搞车，也就没有安安心心钓了。所以今天早上呢，我想到了怎么去钓它，我就过来了。这前面杆子也在吃。它已经刮到我这根线了。刮到这根线了，你把线牵回来好。所以讲有时候啊，小小的变化，你有变化了，这鱼就钓到了。你还是如果是那样坚守的话呢，可能就不一定有鱼获了啊。因为发现这个鱼啊，在这个水皮上在翻。
我当时是钓了一回浮，钓了一回飞签，但是不行，钓不到它。一个是鱼没有完全进窝子，那时候风浪也没那么大；还有一个呢，最关键是什么？我们用的这个这个老钓啊，它比重重了。像这个季节，我们这些很多钓友啊，在外野钓的时候啊，能看到鱼花的话呢，就可以有时候可以钓浮，尤其是用那种嫩玉米啊钓浮啊钓飞签，子线就是稍微长一点，而且的钩距稍微大一点，抛下去以后就像我们海钓似的，就是让这个饵料在这个半水当中啊，就飘得更自然一点。这样的话，草鱼接口的话，机会会更大。真的，游钓中国到这么多年钓，每一次并不是讲非得钓得多，非得钓得大，就是要把这个鱼钓明白。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咱们怎么去应变呢？哎，我稍微下来一点吧，下来一点好溜一点，要不然的话，这鱼还溜一会儿。哎呀，一起两光。其实我们有的钓友啊，用的小钩细线钓的这种鱼啊，不要第一时间给它看见亮光，一见亮光啊，它就冲，就溜一会儿，溜一会儿把它力量耗一耗，耗一耗以后啊，它再见到亮光啊，它就冲不动了。你看，很明显，见到亮光它就发力。呛一呛水，草鱼这些大体型的鱼最怕呛水了。一呛水，它肚子里面有空气，所以放它的时候呢，也不能就直接放，把它翻过来以后，让它肚子里面的空气排一排，让它自己走。你要及时钓完以后，你就放了以后，这个鱼也容易死。今天应该是这条草鱼肚子大了，真的也热了。好了，好，走吧。好了，我们就不行，我们就收吧，超。好吧，收吧，我还有几百公里要走。真的，不是在钓鱼，就是在钓鱼的路上。我们一直在路上。哎，众鱼的间歇都没有持续太久，鱼饵着实给力，不断的跃出水面向我们表达挽留。不过时间还是提醒着我们该收竿了，钓的再多也不如钓明白来得更有成就感。不过也好在及时收手，渔获会迟到，可雨水不会。接踵而至的瓢泼大雨让我们庆幸还好没在水库边和它正面交锋，而雨后的晚霞映衬着下一站的旅途又将指向何方呢？